裸男抱着一个女人来到塞拉斯面前，对着他的脖子一口咬下。塞拉斯的面前顿时翻涌起了血海。男人把女人扔在地上，直勾勾盯着塞拉斯，说他也是一样的。塞拉斯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阿卡多正和养伤的因特古拉深夜聊天。剑桥的女生宿舍在38小时之前遭到袭击，死者有被吸干血液而亡和单纯被辱杀两种情况。两种以死者是否有过性经验区分，袭击人数高达60，极有可能是在胡佛失踪的 SAS 部队成了怪物集团。而从行动来看，对方明显不是丧尸，对方甚至还公然袭击了女王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政府要员打算在威斯敏特举行圆桌会议。塞拉斯在站岗期间再次看到了梦中男人的幻影，总指挥将他从行动队调去了调查班出外勤。在怀疑袭击女皇的爆炸事件后，白金汉宫加强了警戒，原本计划的洗脚仪式也被终止。根据苏格兰场的调查，犯人很可能隐藏在伦敦市区，希望市民们协助调查。接受到了女皇亲信送来的皇室指令后，因特古拉来到地下室找上阿卡多。明晚女皇将会举办对海尔辛家族的赦令，然而按照因特古拉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未免勉强。阿卡多试图蛊惑因特古拉吸自己的血，获得强大的力量，被对方无视。第二天，事情再次发生了转变，女皇的洗脚仪式改在伦敦塔内举行。因特古拉整装待发，而他要去的地方却并非伦敦塔，因为伦敦塔只是迷惑外界的幌子，女皇真正的目的地是海尔辛家。塞拉斯再次去找了贝拉小姐，不祥的知觉让他立刻掏枪破门而入，果然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因古力渐渐从阴影中走出，他已经把贝拉吃的渣都不剩了。塞拉斯惊恐地朝着因古力连开数枪，然而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他根本不起作用。因古力掏出榴弹枪，缓缓逼近塞拉斯，他看得出塞拉斯后悔接受了阿卡多的血液。忽然房间内发生异变，贝拉的身影出现的身后又很快消失。因古力怒不可遏的扭头射击，随后惊悚的一幕发生了，因古力的体内突然开始扭曲，贝拉的人形挣扎着想要破肚而出。因古力高举砍刀砍下了贝拉的脑袋，随后狂笑着离开了。贝拉临死前让塞拉斯去协助阿卡多消灭因古力，虽然同为人类饲养，但因古力绝非善类。蜡烛的火焰很快将贝拉的住所吞噬。在女皇进驻伦敦塔的消息放出去，伦敦塔内遭到了怪物的袭击。因特古拉带着权杖来到骑士团最神圣之地，等待女王到来，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对伦敦塔内的怪物进行围剿。但没想到，女王的车辆在前往总部的路上突然临时折返。沃尔特打电话询问情况，却没想到皇室转身背刺，放弃骑士团，并将其打成了袭击女王的逆贼。准备仪式的因特古拉脚下突然亮起了魔法阵，阿卡多感知到了因古力的存在，让因特古拉保护好自己，他要出去打架了。与此同时，一直跟进直播的电视台报道出了袭击伦敦塔暴徒的身份，正是海尔辛家族的私兵，公然袭击插了女皇旗的城堡。大英帝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更不可能将非人类的存在公之于众。于是海尔辛家族就成了这场事故的替罪羊。圆桌骑士内出现了背叛者，英国陆军派出部队包围了他们。等到塞拉斯赶到现场，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潜入伦敦塔的部队遭到怪物的袭击，伤亡惨重。等到阿卡多赶到支援，还有战列的人只剩下了分队长比文。因特古拉打电话质问圆桌会议，但对方明显已经放弃了他们，派人围攻部队，还将骑士团的荣誉踩在脚下。因特古拉怒不可遏，同时陷入了绝望。总指挥法格也被控制，并乘着骑士团的荣耀被当场击毙。塞拉斯拥抱告别法格后，换上军装，扛枪闯入伦敦塔。警察闯入第一支阁总部，准备逮捕因特古拉。即使没有放弃，因特古拉还是下令让沃尔特不要抵抗，他已经不想失去宝贵的战力了。塞拉斯泄愤似的对怪物疯狂杀戮，比文在战斗中被吃掉内脏，奄奄一息。为了不变成怪物，他请求阿卡多杀了自己。塞拉斯扛着机枪一路狂奔，很快就发现了在梦中出现过的金发男人，对方也是被人工芯片变成了吸血鬼。力大无穷的吸血鬼很快将塞拉斯压倒在地。塞拉斯虽为吸血鬼，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人类。吸血鬼不明白塞拉斯为什么不能忠于自己的欲望，要求对方成为他的仆从来侍奉他。塞拉斯才不会听他的蛊惑，一个头锤就将其掀翻在地。塞拉斯面对金发男的攻击抵抗得颇为吃力，见塞拉斯负隅顽抗，金发男变身成了可怕的怪物。塞拉斯扔掉包裹，将燃烧弹径直塞进了金发男的嘴里。一声爆炸之后，对方顷刻间被炸成了一滩血雨。因特古拉等来了女王的传令官，称皇室没有忘记骑士团的贡献，现在的一切都是给他的试炼，希望他能忍耐等待。因特古拉自然不能坐以待毙，背叛的犹大最终会被揪出。于是指挥官沃尔特开着直升机将他送往伦敦塔。
塔。阿卡多找到了在城堡内等候他多时的英古力，两个不死者之间的战斗正式开始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中文对决之后，阿卡多的枪首先抵上了英古力的脑袋。阿卡多质问对方的主人是谁，又有何目的？然而英古力却狂笑起来，他身上的纹身突然布满了整座房间。阿卡多立刻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，但是子弹已经全打空了，纹身射出的激光很快就将他的身体切割开来。解救完金发男的塞拉斯带着弹药包跑来支援，担心阿卡多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房间内设下的埋伏，一道激光射来，瞬间贯穿了他的腰腹。英古力得意洋洋的要将阿卡多送下地狱，阿卡多自然不会束手就擒，手套上的法阵一闪，地上的子弹就自动安装在了枪支上。阿卡多毫不犹豫的开枪击碎了英古力的脑袋。然而还没有结束，房间里的纹身再次回到了英古力的身上，由纹身构成的脑袋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。射入他脑中的3颗子弹瞬间反弹，打烂了阿卡多的半个身体，阿卡多的身体化为血水溶解。塞拉斯挣扎着跑过去抱起阿卡多的脑袋。阿卡多给塞拉斯下达的最后指令是逃离这里并听命于因特古拉。塞拉斯体内的血也即将流干，英古力不屑于和即将成为死人的塞拉斯对战，没有当下将其消灭。赶往伦敦塔的因特古拉遭到了陆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，眼看不能安全到达，沃尔特用丝线切开了副驾大门，捆住因特古拉，将其安全送到了地下，自己却因为直升机被击中而跟着坠毁。因特古拉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长矛钉在地上，英古力正念念有词地召唤着什么。随着他的召唤，白色的蛇形光芒从地底冲上云霄，在伦敦街道肆意破坏。对方居然想要召唤蛇神萨德毁灭伦敦。萨德进入他的身体后，他就可以将这条诅咒的街和地狱相连，而因特古拉则是提高他能力的皇家处女。但因特古拉却丝毫不慌，他以地狱之歌之主的身份解除阿卡多1号限定术式。因特古拉的呼唤响彻整座伦敦塔，因古力边吸食他的血液边叫他死心，因为阿卡多早就被他消灭了。而因古力没有注意到的是，伦敦塔内所有死人的血液汇聚在了一起。拘束治愈术式第1号开放，技能限定解除，一张巨大的法阵在伦敦上空悄无声息地张开。等到塞拉斯再睁开眼，阿卡多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因古力咆哮着将3条蛇神吸入了自己的体内，一扭头却惊恐地发现被杀害的阿卡多居然没死。因古力的身体和邪神同化，化成一条白色的巨蛇朝着阿卡多撕咬。然而即便继承了地狱的力量，因古力也伤不到对方分毫。阿卡多的体内张开了无数只眼睛，2头百慕第一拳咆哮着冲向蛇神，双方相撞的恐怖力量引发出巨大的光波，所到之处将一切都尽数斩断。第一只拳撕咬上蛇神，双方在云端打得不可开交，最后又齐齐坠落在火海之中。塞拉斯趁机救出了因特古拉，沃尔特也没有因坠机丧生。因古力坚信和古神同在的自己不会被消灭，他从体内取出榴弹枪，蛇神的毒液注入枪内。因古力和阿卡多同时持枪冲向对方，分别在对方的腰间开了个洞。因古力嘲笑着阿卡多的枪已经坏了，然而一回头，阿卡多的头发突然变成了流体的白色，流体流入枪管之中。阿卡多扣动扳机，剧烈的光芒从伦敦塔上空激射而出，因古力的体内邪神化为了一滩血水，因古力被他钉穿在钢管上。这件事很快结束，圆桌会议揪出并处决了背叛的犹大，人工吸血鬼组织 M15仍旧在搜查之中。因特古拉被暂时关押，并接受了阿卡多的鲜血。